我们宗门全是恋爱脑，个个都经历了泡内丹、挖灵根的爱恨情仇。直到我这个小师叔出现，我手提长剑表示，预防孩子早恋的秘诀，那就是棍棒底下出孝子打一顿就老实了。收徒大会上，我一人坐在长老席上，下头还站着3个新收的弟子。我将目光移到一个面若桃李的姑娘脸上，心中大约明白，那就是书里的小师妹倪妙妙了。丁，主剧情终极恋爱脑出现。倪妙妙是无上宗亲传弟子，被混入宗门，伪装成师弟的魔尊花言巧语欺骗后，迅速坠入爱河。魔尊谎称需要宗门至宝治疗自己的疾病，倪妙妙便甘愿为他盗取宗门至宝，接着跟他一起叛逃出宗，却被丢弃在魔界经脉，径断坠入10万大山的深渊。而魔尊在获得至宝之后，对无上宗大肆屠杀，无上宗元气大伤，不复原来的中州第一宗。倪妙妙受尽苦楚，最终吞噬深渊，无数魔魂后堕入魔道，却被意外擒获成了魔尊的女奴。为了报仇，她委曲求全，伪装了另一张脸，待在魔尊身边，伺机寻找机会杀死他，却在日复一日的相处中重新爱上魔尊。意外发现魔尊书房藏着的白月光画像，居然就是自己。最终经历几重反转之后，他们互相表明心意，生活在了一起。事实上，因为倪妙妙遭受过不少苦楚，强行扭转化身为魔亏空，不可弥补，且魔修没有转世，只能灰飞烟灭。即便后来魔尊不断寻找天才地宝为他提升修为，我在神识内看完了剧本内容，再度抬眸看向这剧本中本该为正道飞升仙界的倪妙妙，还是因为这段孽缘在命劫之时魂飞魄散的倪妙妙。少女眉眼纯粹白皙的脸上写满了将要进宗门的雀跃、兴奋、全然不谙世事。我看了一会少女，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目光，抬头对上了我的视线，接着抿嘴一笑，唇边2个梨窝显得她格外娇俏可爱。这时，旁边的燕之忽然开口问：“很羡慕吗？”我没反应过来，燕之淡淡解释道：“我说，你很羡慕那样被娇生惯养长大的单纯小姑娘吗？”我摇了摇头，我羡慕个鬼，这般少一个心眼的小姑娘，我是真的一点也不羡慕。但凡爹妈多教给孩子一个心眼，或者偷偷睡前多读几本话本，多听几场戏，看看王宝钏这孩子都不至于被魔尊骗得团团转，等等话本。我沉吟片刻，心中有了主意。反正现在魔尊还没潜入宗门，一切都还来得及防患于未然。我眼睁睁看着原本无比沧桑的病秧子形象，轻笑了一声，接着饶有兴致地扬起脸，一双漆黑寂冷的眼睛中含着些散漫的愉悦，直勾勾地盯着倪妙妙。我因为常年带病气质格外阴郁倦怠，可耐不住生的好燕之只是外放的勾人，我便是不动声色地惹人注意。我忽然心头一惊，头皮发麻，那妖僧呢？可别把我好不容易抢过来的好苗子给拐走了。如果他有异动，大不了几个长老拼着老胳膊老腿和他打一场。燕之不想让人看到的时候，自然不会让人发觉自己的身影。他察觉到了那犀利的神识窥探，抬手捏了个绝此处。我不便久留，下次再见吧，小家伙。没能拐走你的确可惜，但我看得出来你不是个轻易被说服的人，因为太早在尘世里摸爬滚打讨生活，我并不是随便许些好处靠花言巧语就能骗走的。而且燕之觉得姑娘剃光头的确不如现在这样好看，她遗憾地走了。何龟没有察觉到妖僧的气息，心下一定转头冲我一笑。我沐浴在光之下，看着却依旧冷冷清清。见何龟冲自己安抚一笑，我微微垂眸颔首。这一回无上宗只招了4名弟子而来的，真人也只有3位。比起隔壁一个队带一个团的宗门，无上宗显得格外可怜。倪妙妙性格活泼开朗，也不认生，好奇地问道：“敢问真人为何无上宗每年只收这么些弟子啊？”何龟挥袖收起无上宗的牌匾，温和笑道：“宁缺毋滥，而且你们人已经够多了，再多宗门资源就供应不上了。何为少年天才？天才修炼，迅速吸收灵气，比吃饭喝水还要简单。要是不控制人数，无上宗都快被每年加入的天才们吸干了。就算无上宗山下埋着数条极品灵脉，但灵脉散逸，灵气的速度终究有限。为了保持灵气浓度，以供天才们修行宗门，只能汽车保帅收天才，从来都是有代价的。我误了无上宗就是天才少年班，走的是精英教育；别的宗门则是普高义务教育，重在择优录取。从宗门大选之地到无上宗，距离颇远，乘坐灵剑也需要2个时辰。这具身体堪称破败，我还没来得及细看灵剑之中的景象，一上灵剑在升空阶段就昏了过去。何龟看了一眼蜷缩在榻上的我，从储物戒中取出一块火狐皮盖在我身上，接着安静坐在软榻一侧，轻轻叹了一口气。其实这孩子本来是不该收的，可天赋实在太好，任谁看着都会生出爱才之心。比起满枝冰灵根，更为稀罕的是他洞悉世事的琉璃心。若是身体健全，修炼起来定然一日千里，绝对会是中州第一才没有之一。可偏偏身躯破败，至此天妒英才，果然不是妄言。倪妙妙却满眼兴奋，家中的灵舟远不如无上宗的灵剑气派，内里虽古朴，自然却无处不彰显着大宗风范。无上宗的巨渊慢条斯理地沏着茶，淡淡道：“今年少收了2名弟子，掌门师姐，还以为今年能招6个呢。”对面的人收回盯着何龟和我的目光，言简意赅道：“1个顶3。”这说的是我不仅只天赋，也只需要消耗的资源。
寻常人入道需要前辈引导，先学习人体经脉走向，再引导感悟气机，能感受到气机之后再引气入体，还要费一番功夫。即便在天才扎堆的无上宗，也只有一夜入凤出境的，从没有一刻钟就入凤出境的。而且那山上灵气并不算充沛，天才何其多，我当属其中的翘楚。只是天才陨落在修真界，从来都不是稀罕事。我觉得自己绝对是饿昏过去的，否则怎么会在睡梦中闻到豌豆黄的香气，甚至还有类似仓鼠吃东西的声音。肚子咕噜一声，我悠悠醒转，睁开眼睛，对上一双明亮的杏眼，像家养的猫，单纯中透着一丝天真。倪妙妙兴奋道：“你醒啦！我从家里带了豌豆黄，是十方斋新做的，可好吃了，你吃吗？”我慢慢坐起身，我是有起床气的，但社会将我打磨的习惯，将气压在心底。垂眸时，我看到了面前沾染碎屑的火狐皮，以及那正在掉屑的豌豆黄，眼皮一跳，一手接过豌豆黄塞进嘴里，顺势起身将火狐皮抖了抖。何龟一直含笑注视着我们，开口阻拦道：“无妨，用尽成诀即可。”接着他指尖一动，我隐约察觉到了灵力波动，便乖顺将火狐皮堆在一旁，向倪妙妙和何龟都道了一声谢，接着慢慢咀嚼起来。我吃东西惯来悄无声息，只是豌豆黄实在噎得慌。我觉得修真界的人单纯就是嗓子眼通畅，否则倪妙妙连吃了3块都不见喝水，我刚咽下去一口就快噎死了。忽然有一道风袭来，我条件反射抬手抓住，却发觉是一盏清茶，因为我的抓握微微泼洒到了壶口之上，温度正好。我错愕抬眼看向风来的方向，2个自始至终从未与新弟子搭话的长老正在一张简案旁品茶，他们都没有看向我的方向，但其中一人微微含笑，垂眸低叹道：“好敏捷的身手。”我听见了低声道：“多谢长老赐茶。”何龟笑了一声：“别怪他们俩今年要收徒弟，约定在此之前不能接触新弟子，不然算不正当竞争。”我一气儿将茶灌下去，听得那头有人低声道：“牛角牡丹，你不如送他一壶水。对你们是生活，对我是生存。久旱逢甘霖，解渴的都是好茶，那就另说。我对生活质量要求不高，能活就行。这种品茶的艺术，我也可以装模作样，但没必要。”何龟今年没打算收徒弟，可觉得我实在可爱，小年纪却有大人做派。倪妙妙见我精神些了，凑上来说道：“我叫倪妙妙。”我笑了一声，怀瑾卧于心若止轩，好名字，在下之微。倪妙妙红了一下脸：“你还晕吗？我这里还有山楂糕和青梅。”她盯着我的脸感叹道：“天底下居然有这么好看的人，皮肤好白，好透眼睛，好黑睫毛，好长鼻梁，好挺。”我也察觉到了她的视线，犹豫片刻，开口问：“敢问妙妙道友为何一直这么看我？”倪妙妙下意识回道：“因为你好看。”我现在好像知道为什么这孩子是个恋爱脑了，大约是个重度颜控。而剧本之中，魔尊容貌冠绝天下，只是站在那里就能让群芳倾倒。时刻关注这边弟子的居渊长老扑哧一声，把手中茶盏里的茶水都吹出了个泡泡。对面的苍离长老忍了忍，终究没忍住唇角勾起，接着嫌弃道：“方才还怪人糟蹋了好茶，现在你自己也在糟蹋。”居渊将神识放在我身上，认同地点点头。修真界其实少有不好看的体内杂质，会被灵气驱逐至体外，慢慢成为无垢之躯。只要五官周正，大约总不能难看到哪里去。但我即便不修边幅，也生生穿出了一份潇洒狂放的味道。我和倪妙妙的眼神对视上，接着便发觉她在我的注视之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脖子红到了整张脸，逐渐从薄粉变成了熟透的番茄。倪妙妙捏着说：“我知道，看你要收费，我方才给你吃的也算提前给过了。”她方才登山之时听到我说过，看我要收钱的话。我更想笑了，压抑着低笑，接着对他轻声道：“妙妙道友，谬赞了，对旁的不相干的人自然是要收费的，可对你不收钱。”无上宗位于中州北部南部以立春，可北地刚刚雪季初晴，灵剑停在连峰一处高峰之上，迎面下来便是一巨大广场，9道灵石柱齐齐整整矗立在广场当中，围绕着黑白纹样的八卦教场，一尊青铜巨鼎立在中央，里头3炷香刚刚烧至一半，赤色火星被灰烬埋着隐隐绰绰，显出还在燃烧的迹象。何龟察觉到我的视线落在3炷香上，开口解释道：“这里是宗门主峰，3炷香敬奉的是祖先和大道。如今你们进了无上宗，自然要先见见掌门。”话音刚落，广场之前就多了2道身影，空气中除却3炷香的气味，还多了淡淡的酸菜炖白肉的香气。我觉得自己多少是饿疯了，否则怎么会闻到这等食物气味？抬眸看去，一人云鬓高挽，一身淡紫芙蓉坠银丝长袍，在夕照之下流光溢彩，耀如春花；另一人更贴合我想象中的长老模样，一身青素白衣，上头缀着繁指腹的银蝶，暗花眉眼，冷清唯有眼角，一点红痣透出别样风情。如果忽略那紫衣女修手上还带着油的锅铲，以及那白衣女修手上还在滴着水的一把鲜嫩绿叶，那可真是好清纯不做作的仙子。我后退了一步，心里犯嘀咕：我是不是进错宗门了？何龟拱手行了一礼，见过掌门。
身后的人有样学样，却听得那紫衣女子笑道：“行了，本来也就这么点人，别假模假样，装正经了。”我愣了一下，这宗门怎么跟想象中不太一样？紫衣女子扫了一眼，目光落在我身上，哪拐来的这可怜见的孩子，天生体弱，回头得带他去给江良师叔瞧瞧，所需药材宗门库房有的，尽可以取，要是没有，再看看咱们后山沃土能不能种，再不然你们就多取几套秘境好了。毕竟咱们无上宗的宗旨是自给自足。何归嘴角一撇，方才的温和模样不复存在，无语道：“掌门师姐，你给孩子们留点幻想吧。”紫衣女子笑了一声，骗都骗回来了，还能跑到哪里去？几个新弟子对视一眼，都从彼此眼中看出了懵懂的疑惑。紫衣女子又说道：“既然只有4个弟子，今年你们2个要收徒弟的，就平分好了。”居渊和苍离对视一眼，又同时看向我，恍若我不是人，而是一只刚出炉的大鸡腿。气氛忽然焦灼起来。名为凤朝的掌门插话道：“那几个去种地的还没回来，所以今晚我掌勺。”他说着又笑意盈盈道：“行了，都是咱们自家的，宰不整那些虚的。你们修为尚浅，都饿了吧？先吃饭，吃完饭再说。”忽然一道声音凭空在广场中响起，等孩子们吃完饭，只接到洛泽来。洛泽万年冰冻寻常低阶修士，难以承受，唯有冰灵根才能待得住。今那人喊的只可能是我。凤朝一怔，随即应诺看向我说：“想必是在禁地闭关的岩野仙尊想收你为弟子，他也是天生冰灵根，是我师祖飞升前最后一个关门弟子。”居然眼皮一跳，看向我的目光陡然诡异起来。我把你当徒弟，你居然要当我师妹？一行人浩浩荡荡到了膳堂桌上，瞬间就多了一盆酸菜炖白肉，一盆铁锅炖大鹅，一大盆灵菇炖鲜蘑，还有堆成山的馒头和米饭。接着那白衣女修匆匆忙忙进了后厨，还有最后一个菜。稍等，我深吸了一口气，这无上宗不对劲，真的不对劲，但是真香。一帮人坐到桌前，很快几个孩子的眼睛都亮了。何归开口解释道：“看来今日掌门师姐为了照顾你们用的是低阶灵兽，对你们这些刚刚入道的修士来说，灵气刚刚好。要是吃了超过自身品阶太多的灵兽，会灵力过剩爆体而亡的。这是低阶灵兽肉炖我们宗门自己腌制的酸菜，还有这灵书，非大节庆不吃，这是庆祝你们新弟子入宗。”3个真人开始给孩子们盛饭，用的是比我脸还大的盆。我谦虚地说道：“我体恤饭量小，就吃一口。”何归点头，接着使劲把盆里堆得冒尖的米饭压实了递给我，就一口。一盏茶的时间后，瘦削虚弱的我一手捧着盆，一手拿着筷子，筷子上是众人夹给我的大鹅腿，碗里还有一个酱色浓厚的鸡腿，而那被压实的米饭已经少了3/4。我吃得很快，一口肉，一大筷子饭，像是设定好的程序，但吃相又极为优雅，除了咀嚼和吞咽的声音之外，都很安静，看着不紧不慢，实则进展飞快。剩下3个弟子看着我这个自称饭量小的人，吃完了一盆饭、2个鸡腿、半盆酸菜炖白肉之后，从容放下碗筷，随后拿起了一个馒头。众长老一脸慈爱地看着我，心中默念：看啊，这孩子在凡间受苦了，难怪这么瘦，怕是13年都没吃饱过。长老，你们不吃吗？好孩子，长老不吃，我们已经到了辉阳境，可以直接化天地能源为己，用不用吃饭了？无上宗的几位长老，最次的也已经进入第4境，辉阳境掌门更是已经入第5境乾元境。终于在干完一盆饭和一个半张脸大的馒头之后，我停了手，真诚夸赞道：“掌门真人做的饭当真好吃，修真界的食材比凡间滋味鲜美得多。”凤朝眼中笑意更甚，唯有身后的弟子欲言又止。新弟子吃这么多不会出事吗？凤朝愣了一下，刚想说什么，就听一人道：“我好像要进阶了。”众人呆滞地看向座中那个绿袍少年，我正揉着肚子，下意识想要将胃里散逸的灵气引导至中脉之中，灵气不断流窜循环，最终汇聚于丹田，形成一团淡淡的白色光团。白色光团不断变大，原本有些撑着的肚子也慢慢消解了饱腹感。巨渊和苍离2位长老你争我夺，瓜分了那3名新弟子，还拿我当作教导案例。你看啊，咱们修炼打坐讲究的是气质做法，五心朝天。你看知微知微，这姿势完全不标准啊，这是反面典型，不能学。可知微这么坐着也能进阶，是因为他天赋异禀，能感悟气机流转。之所以让你们好好打坐，是因为五心朝天的坐姿能更好的共鸣天地气机。3个小弟子乖乖听，训膳堂里却忽然多了一道身影，还练着呢。上回师妹炼丹炸掉的四穴殿已经被我连夜修好了。师傅，你不必让新弟子们在膳堂打坐啊。此话一出，原本在打坐的小弟子们没忍住，都睁开了眼睛。膳堂之内多了一个青年健美，星目一身赤色锦衣，背上有一柄玄金长棍，笑意盈盈，风流洒脱。居渊闻言，向那青年指着自己新收的小弟子介绍道：“莫林，这是你小师妹倪妙妙。”莫林冲倪妙妙点了点头。居渊又指了指那2个并排打坐的少年，那是你师叔的2个弟子，也是你的同门师弟。莫林认完人，将视线落到了尚未睁眼的我身上，那大约是你的小师叔之威。居渊沉吟片刻道：“他也是岩野仙尊的未来弟子。”莫林沉默了一瞬，接过自己师妹单独留的饭菜，忽然问道：“今儿师妹做的菜没加什么不该加的吧？”没有，他只是打下手洗了菜。居渊顿了顿，补充道：“应当无碍。”
莫林这才放心，拿起馒头啃了一口，刚要坐下，我就睁开了眼睛，继而吐出一口黑血。他拿着馒头的手微微颤抖，饭里有毒。我睁开眼睛，抬手擦了擦唇上的黑血。哦，那倒不是因为这个。我语调懒洋洋地感受着愈发轻松的身体，终究没有拿出那枚尚未服用的丹药。居渊眼神复杂寻常，弟子练气之时排出体内杂质，不过是腹泻出汗。这位想必是宿疾的缘故，每次进阶都会吐血。我看向对面坐着的莫林，他手上还端着厨房里剩下的一盆鸡腿和杂菜盖饭。弟子莫林见过小师叔。我眼皮一跳，怎么突然就辈分升级了？丁，主剧情重度恋爱脑出现。莫林无上宗第100代弟子中的大师兄，天生灵骨，自诞生之日便可吸纳灵气修炼。外出历练之时，带回一美貌女子少妃。少妃天生绝脉，不能修行，只能以蛊虫入体，形成假丹，可修炼却不得飞升。少妃在与莫林结为道侣，当日挖了他的灵骨，用秘术将灵骨换给了自己，继而离开。莫林就此沦为废人，怒极之下自行冰解，带着记忆转世重修，再度与少妃相逢，成了我的小师弟。不想少妃却对他关怀备至，悉心照料，甚至一再为了他只身犯险。一次两人被困于幻境之中，莫林率先清醒，却意外发觉少妃的心魔居然是自己梦中两人，顺利成亲，白头到老。少妃被困其中，自愿不出。莫林强行打破少妃的幻境，对其又爱又恨，却意外发觉少妃对自己这具身体这么好，只是因为自己长得与前世的他有几分相似，言谈举止也极像。自己当做了替身，两人兜兜转转，终于还是走到了一起。但此前的假丹余毒发作，让少妃生不如死，依旧不能飞升。莫林日日以血续命，最后归隐，天涯余生都在为少妃寻找续命之法。我看着眼前意气风发、眉目含笑、大口吃饭的赤衣青年，有了短暂的失语。小师叔为何这么看我？莫林睁大了眼睛，下意识咬了一口鸡腿。你也饿了？没有，我饱得很。我顿了顿，目光复杂，我真的想不明白，这么个对着鸡腿都能露出星星眼的风华正茂的大好青年，怎么就是个恋爱脑呢？对了，师妹，我带你去洛泽吧，想来岩野师叔已经等急了。莫林吃完又对你妙妙道，我带你回两仪峰。拟然入夜北地的黑夜，浓重纯粹，不见丝毫光亮，云遮雾绕，天上洒满了细碎的星辰，清晰可见。星辰流转峰峦，叠起之处，宫殿楼宇灯火通，明天上寒星，地上暖灯，人间与仙境界限分明。我一时看呆了，居渊也不急着催促，反倒安静站在我身旁。这样的景色日日都有，年年都见，但我也忘不了第一次见到这景象的那个晚上。居渊转头对上我含笑的目光，他一袭宝蓝绣苍龙的袍子，不仅不喧宾夺主，反倒衬得他一身朗朗正气，头顶的香宝银冠在夜里闪着低调的光，是个极为正派的俊朗人物。我心里嘀咕，这等一身正气的师傅是怎么教出倪妙妙和莫林两个绝世恋爱脑的？大概是因为太过正气，所以不懂那些阴谋诡计、人欲横流吧。洛泽在禁地之中，寻常低阶弟子进入不足一刻，便会被冻成冰雕。我被居渊带着飞到空中的时候，还有些恍惚，直到这一刻才明白，原来自己真的穿越了以后，就是能自己飞的人了。试问哪个小孩小时候看快乐星球没有唱过一句我要飞，我要飞呢？我无法拒绝这种成为小神仙的快乐，直到一股刺入骨髓的寒冷让我从幻想中醒来。我看到了山谷里倾泻而下的瀑布，一路汇聚成河流。诡异的是，那瀑布分明是冰冻的河流上结着厚厚一层坚冰，坚冰之下居然有涌流水声，四面皆是冰封地貌，并非皑皑白雪，而是纯粹的冰冻，将万事万物都冻住了一般。其间可见青松翠竹和一片雪莲唯一的艳色，是被冻住的红梅和不知名的红色小果。冰川之上静坐着一人，白发3000，松散披散，披着一件玄色垂顺外袍，内里却不见丝毫衣物，一眼就能看到那人极佳的炼体成果，胸肌腹肌坚实，却不张扬。似乎察觉到有人到来，他睁开了眼睛，我这才发觉，原来这人的睫毛都是白的。他分明是青年模样，却恍若冰原上蛰伏的野狼，一开口却是吊儿郎当的语气，带着几分戏谑。哟，我那命中注定的小徒弟来了。我的师父岩野无上宗，第98代弟子，当今无上宗掌门的师叔，年龄却比掌门还小些。传闻中他一旦出剑，剑气能让整片中州尽数风动，是剑道魁首。从头到尾只在文中出现过这一个描述，可剧情里没说我的师父居然是个暴露狂，除了那件外袍估摸着还是临时披上的，下面大约不着寸缕。我往下一扫，就看到了他盘坐石劲瘦有力的小腿肌肉，连忙撇开脸，师父您还是穿条裤子吧。居渊被冻得有些哆嗦，饶是他已是辉阳境大圆满，也依旧受洛泽这诡异地界的影响，呼出的气都成了白雾。师叔人，我带到了，那我先告退。岩野应了一声，抬手打了个响指。我只觉得眼前下起一场纷乱的大雪，等到雪花即将落尽之时，那道玄色身影慢慢清晰。他白发高悬回眸时，身姿挺拔肩，宽腿长丰腰，原背居高临下的看着我，这个小不点眼神里不带丝毫感情看，我就像看冰雕一般毫无温度。接着他伸出一只手按在了我的头上，我闷哼一声，只觉得一股冰凉的气体自头顶迅即冲向五脏六腑与经脉之中。岩野语调平淡开口，实声音清冽如冰，凌天品冰灵根心脉有损，肺部滞塞过半仙天体，若
你是怎么活到13岁的？不等我回答，他自己就先答道：别的也就算了，心外最难全。不过你放心，既然你是我命中注定的徒弟，我定然会治好你。那帮只知道坐吃山空的混账，大约养不起你，日后你跟着我便好。我乖巧答道：多谢师傅。叫什么之威，渡人先渡己。言也说话时，我没有抬头，他按在我头上的那只手顺势而下，抽了我盘发的桃枝，长发散落下来，他也不曾在意，顺势强迫我抬起头，脏兮兮的小东西。他饶有趣味地对上我的双眸，精准捕捉到我眼底一闪而过的狠戾，却在抬眸的一瞬间消散殆尽，只剩纯粹的疏离和倦怠。是不是觉得你的师傅和想象中不太一样？我想大约是的。我对上他毫无轻佻之意的目光，不明白为什么他和前面那帮真人画风全然不一样。既然渡人先渡己，那便先试试你能否自渡吧。岩野忽然用力弹指击破冰面水流，一瞬间涌流而出，接着迅速开始结成薄薄的冰层。我尚未来得及反应，就被他当作锤子一般，身体破开薄冰，坠入刺骨的冰泉之中。我在慌乱间伸手抓住了那厚有3、4寸的冰窟边缘，接着用力攀附而上。岩野蹲下身子，用力将我攀在冰窟的手拨开。我在心底暗骂一声，接着就被骤然湍急起来的水流拍入冰面之下，刺骨的寒冷自每一个毛孔透入皮肤深层，浑身的肌肉经脉都跟着痉挛。我想要逆流而上，却被水流一路冲刷而下。这具身体的力量并不足以供我砸开厚重的冰层，窒息寒冷还有巨大的冲击力接踵而至。我没有感觉到系统的回话，也顾不上了。今天必不能死于自己这鬼畜师傅之手，总有一天我也要把这个不穿裤子的死变态扔进冰窟窿里，狠狠洗衣，洗他的脑子，看看里头都装了些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不知道被冲刷出去多远，我已经彻底没了氧气，肺部憋得几乎要炸裂，丹田里的灵力四处暴动，却被经脉之中涌入的寒气压得愈发凝实。极度憋闷之中，我的意识都开始混乱。恍惚间，我察觉到那股冲击力似乎消失了，仰头发现自己离冰面越来越远。明明是夜晚，落泽之内却依旧有光，透过柔和的水流能看到风动的透明冰面。不行的上去，我本能的向上游去，腿用力蹬动，竟没察觉肺部的憋闷慢慢减轻了许多。直到摸到结实的冰面，我心中一定，却发现腰间的荷包已经被水冲走，浑身上下只剩下拳头能用。我狠狠咬牙，在心底咒骂了那鬼畜师傅800遍，接着重重抬起拳头，一拳砸向冰面，冰面毫无反应。我感受到丹田愈发凝实的冷光气团，试着调动灵力，丹田内的灵气自中脉慢慢延伸向胳膊，再到手背。我心中一动，运足力气，在丹田即将枯竭之时，蓄积力量，一拳重重砸向冰面。隔着水的阻力，这一拳其实并没有那么有力，但诡异的是，冰面一接触到那泛着白光的拳头，立刻如同遇到同类一般，自动给我让开了位置。我顺势而上，破水而出的那一刻，新鲜的空气大口灌入肺腑，我从未觉得呼吸如此美妙顺畅。一时没注意到冰面旁站着的人，言也有些意外，甚至可以说十分意外。他其实做好了我根本摸不到门道的打算，总归等我快撑不住了，再把人捞上来也就算了。没想到我真的自己出来了。被水彻底冲散的黑发还散在水中，我面色苍白，大口呼吸，浑身都在发抖，不是因为冷，只是因为用力过度。言也干脆地将我捞到冰面之上，顺手烘干了我已然结霜的头发。我还在大口呼吸，没有任何反应，浮在冰面之上，浑身脱离湿哒哒的衣服，却在一瞬间干透，贴在我过度瘦削的身上。那只大手再度附上我的头，熟悉的灵力再度灌入体内，倒是比我想象的有用的多。言也低声道：不要再大口呼吸了，对你刚刚冲开的肺腑并不友好。你现在安全了，慢慢来，跟我一起吐纳。我很小很瘦，此刻胸膛起伏，大约和一只猫也差不了多少。言也见我迟迟未能缓过来，叹了一口气，意念一动，从手中取出一枚丹药，不知道药力如何凑合吃吧。一枚冰凉的药丸被塞到我唇边，我犹豫了一下，没张口，接着慢吞吞爬坐起来，抿唇看向他这个鬼畜师傅。即便已然想明白，他大约是想利用这种方法冲开我的肺腑，可我依旧忍不住腹诽。师傅教导弟子的方法还真是独特。言也笑了一声，唯有500年不曾见过人了，若不是天命所指，接下来也不会见人，直到飞升。小徒弟，你要谅解一个山野闲人，为了更好的修炼造化天地，独身一人，不着寸缕也是寻常。他看得分明，眼前的孩子小小年纪就经历了许多，那双眼睛里是千帆过尽的寥落，看上去什么都不在乎，却又什么都在乎，想要游戏人间，又想置身事外。天底下没有这么好的事情，这小屁孩就该被好好历练一番，才会懂得不是只有自己能戏弄别人，旁人也能随意左右自己。你要记住，在谁都能捏死你的时候，不管是你的师傅还是任何人，你都该留心眼儿。我知道自己是大意了，来到这里就像是一场游戏，从来不曾想过修真界暗藏的危险。那些东西来得太快，太容易让我觉得一切都简单。不过
直到岩野将我一把按在湍急的冰河之中，我才彻底清醒过来。多谢师傅教导。岩野笑了，不过从现在开始，前面我说的那些话不作数，因为现在有我罩着你了。我觉得无上宗境的以外，大致上演的是我在凡间跑土求生的日子，而禁地之内大致可以撰写为我和我的鬼畜师傅。这无上宗唯一正常点的，大概是刚入门的几个新弟子。在岩野的教导下，我很快明白了人体12正经奇经八脉以及全身各处经脉上的穴位，倒也不是记不住，只是他的教导方式极为鬼畜，哪里记不住就把我扔下。洛泽用冰水冲刷时封住那一脉，直到我自己冲破了才能浮上来。我就算想记不住也难好，我在现代好歹也是个江苏考生，别的不提背书还算顺溜。日复一日的冰水冲刷不仅仅是锻炼我的心肺，打通滞塞的肺腑，冰水中的力量还能压制我过快晋升，而有些虚浮的丹田灵气让我的基础更加扎实，顺带磨练我脆弱的身躯。岩野指道，等有一天你能逆流而上，至瀑布之顶，便无需每日受这等折磨了。这日我再度一拳破开冰面，对上了自家鬼畜师傅饶有兴趣的笑脸。你果然是个和我一样的天才。我毫无顾忌地翻了个白眼。修道境界共有7境，第1境便是我所在的凤雏境，此后依次为琴心腾云辉阳、乾元无相太清每一境，可分为4个小阶段，初期、中期、后期大圆满。我的修炼速度快的惊人，入门的弟子们还在凤雏境中，我已经到了凤雏境，大圆满快要筑基，迈入琴心境了。都说师傅是剑道魁首，一剑便能风动整个中州，若我和师傅一般，日后也能风动整个中州吗？岩野听到这句话倒是一愣，谁跟你说的？我能一剑风动整个中州？我总不能说是剧本这么写的，便信口胡诌道，外面都这么说。岩野哦了一声，看着我自己麻溜的动用灵力弄干衣服，缓缓开口，看来你的确对你的师傅我一无所知。我抬头对上他冰冷的目光，无上宗或许曾经有过纯正的剑修，但你师傅不是。这洛泽是一出天然的寒冰阵法，只不过我稍做了改动，让它变成了真正适合我们冰灵根修炼的阵法。岩野抬手打了个响指，几乎一瞬间，他修长的指节上闪出无数道光点，看似毫无规则，却在消散的一瞬间，让整个洛泽村暖花洞万物消融，露出原本的地貌。无数苍翠松木奇花，一草褪去表层的晶莹冰霜，无数道各异的奇诡灵气瞬间涌入空气之中。我忍不住打了个喷嚏。李师傅，我50岁于阵法，一道已算登堂入室，年仅100岁便在阵法大赛之中力压成名1000年的3位阵法大师，夺得魁首。为了自保，才开始学习剑术，顺带拿过了中州宗门比试的第1而已。他语气平静，无比恍若说的是再寻常不过的小事。若不是我是冰灵根难以掌控，火焰大约还能在炼气与炼丹之上有所建树。所以你为什么会认为我是那等没脑子的奸修？我沉吟片刻，可师傅您就扔给了我那么几本书：修真界基础法术大全、经脉穴位、图谱详解修真界杂谈和修真界大事记，连我不了解也很正常吧？你才凤雏境，岩野提醒我夯实身体基础才要紧。我8岁都比你现在壮实啊！对，我就是病秧子，这病治不好了，等死吧！我自觉摆烂，死你个头！岩野弹了我一个脑瓜，崩！你以为洛泽的水是什么水？人家几大宗门的亲传弟子1年才有1瓶拿来炼丹，也只敢放1、2滴的灵液，我拿来给你当泡澡水，你能不能争点气？我这人天生对师长没有什么敬意，岩野也没拿我当寻常弟子，2个人相处起来没大没小，我这天生的不足能有什么办法？我懒洋洋的开口，却也没真的认命。岩野叹了一口气，你看我这双眼睛在看什么？怎么了？我是个瞎子，天生的瞎子。我愣了，岩野却笑了笑的格外愉悦。当一个瞎子都能成为处处精准的阵法，这个时候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所以就算你身躯破败，命中早衰，我岩野既然是你的师傅，就能让你成为这天底下的第2个奇迹。我没有问第1个奇迹是什么，第1个奇迹自然是岩野自己。我垂眸笑了一声，总算明白了为什么他的眼睛虽然看着我里头，却毫无波澜，总是冷冰冰的，只有看他脸上的肌肉走向，才能看出他的戏谑与轻松。一个瞎子的徒弟是个废人，挺好。修道之人虽目不能视，但时刻外放神识，也能做到无误。所以你是我的徒弟，不求你青出于蓝，至少争点气活下去。岩野慢声道，得了，到点了，去晚了，你的鸡腿又要没了，赶紧的。我站起身，手上出现了一只木簪，随手挽起头发，师傅要打个赌吗？岩野循声看去，什么赌？我比你早1年成为正道魁首，无需修习剑术，亦能夺得中州大比的第1。我的声线清越，带着特有的咬字韵味，与北地口音格格不入的缠绵悱恻，在瀑布的轰鸣声中依旧清晰入耳。岩野笑了，你最好可以。我一走，洛泽重新冰封。白发男子安静坐在冰面之上，沉默了良久，抬手触上自己的眼睛，白色的睫毛轻颤。那孩子甚至没有问一句能不能治好，不管是他的眼睛还是他自己的身体。蓬云境以下的修士只能借助法器方能飞行。岩野虽然闭关多年，但家底远比外头那些需要土里刨食、自给自足的真人们丰厚许多。我从他送给我的储物戒内取出一片竹叶形状的飞行法器，意念一动，直奔向善堂。去晚了，鸡腿可就真没了。也不知道今日是哪位真人做饭。就在快要到达善堂之时，我忽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紧接着就是山间的回响。不好啦，二师姐煲汤把炉子炸了。我身形一顿，今儿的晚饭又得推迟了。
我落到单堂后厨所在的地界。无上宗每一代弟子都不算多，因而就算师傅不同，也大多统一按进门时间和年岁排列。莫林是第100代弟子中的大师兄，而这二师姐夏天无就是那日随掌门一道迎接我的白衣女修，看着冷冷清清、稳重脱俗。当然，那也只是表面。这位小辈中的二师姐是丹火灵根，且身怀异火师，从无上宗上一代唯一的丹修江良。只是因为异火尚未磨合完毕，短短1年内炸掉了宗门内的好几座宫殿和后厨。也正是因为这得天独厚的异火，她被骗身骗心之后，怀上孩子却被渣男剖腹取子，用于给中了寒毒的心上人入药。若琳已经熟门熟路地飞上屋顶，开始修补破洞。夏天无对上我欲言又止的眼神，一张脸依旧冷冰冰的，只有说出的话有些气弱。小师叔，我只是想给你熬一锅补气血的阿胶糕。他指了指身后，小师叔来都来了，你试试。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过去，墙壁被炸开了一个大洞，透过焦黑的洞口可以看到那口盖子4分5裂的漆黑，小锅锅底结着一层焦黑的不明粘稠物体，在黄昏里泛着诡异的暗光。真糟糕！我沉默了一瞬间，我心领了，但是这东西看着实在不太能入口。美人眼神一暗，显出一点可怜巴巴的委屈神态，任谁看了都会忍不住心生愧疚。只可惜我的心是坏的，夏天无算的炼丹鬼才别人炼丹，救命！他炼丹要命。只要是不按照丹方自己发挥的东西，多半炼出来的都是地雷还带生化攻击的那种，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天才。只是这一火煮出来的东西能不能吃是一回事，对旁人来说或许只是一点点副作用，对我这种冰灵根来说，但凡火毒入心，能直接把我送走。我认真给出建议，虽然这胶糕看着不太能入口，但我觉得这粘稠度和胶性可以拿来给大师兄砌墙补砖。莫林从屋顶上跳下来，声音依旧开朗：师妹，屋顶修好了，剩下这些东西怎么办？夏天无叹了一口气，低眉垂眼道：也不能浪费，拿去喂猪吧。莫林心眸一动，隐约察觉到了什么，师妹寿元里那个公猪怀孕不会是你干的吧？夏天无辜地看着大师兄，师兄我怎么可能？莫林一看就知道他误会了，我是说你把炼废的丹药喂了猪，让公猪怀孕了。夏天无心虚地躲避着他的目光，都是难得的好药材，不能浪费，可不就喂猪了吗？人才啊！我抱着胳膊摸着下巴看热闹，这传说中的孕子丹不就这么出来了？还能给男人用。转头时对上倪妙妙颤抖的眼眸，我身后的新弟子排排列队，眼神中透露着同一种梦幻滤镜，破碎后的绝望感。夏天无听到我的话，眼神一亮，将东西一丢，攥着一本记录本就跑向了丹房，留下一地狼藉。恰在这时，此起彼伏的咕噜噜声响了起来，4个少年齐齐看向大师兄，渴求的眼神中写满了师兄恶。平日里做饭都是长老们轮流值班下厨，照料宗门产业，包括那些良田寿元以及下属商铺，他们这帮小辈只用乖乖吃饭，偶尔帮忙就行。只是今日恰好轮到夏天，吴的师傅江良炼丹走不开，便指使自家弟子先煮个饭炖个汤，这就有了如今的局面。莫林无奈撂下东西，你们先去单堂打坐修炼，我马上去做饭。我在冰水里泡了许久，是真的饿了，我来帮忙吧，凑合炒点菜吃。我是个孤儿，自己活到13岁，自然是有求生能力的。莫林倒也不怀疑我为什么会做饭，只当是大人不在小鬼当家。就在我掐了一把韭菜准备上手开切的时候，久不开口的系统突然在脑海中响起，按照剧情，莫林将在今年夏日下山历练时带回他命中的孽缘少飞。手上动作一顿，这些时日天天被扔在水里出水，就待在冰面上吐纳修炼，我都快怀疑自己脑子里进了水把系统给淹死了，否则他怎么迟迟不说话。现在已经是3月底，夏日也就快了。我扫了一眼正在专心致志给灵机拔毛的莫林，我要跟他一起去吗？凤出镜大圆满，的确是该下山见见世面了。可我不是寻常弟子，原生无父无母，前面13年在尘世摸爬滚打，早就经历过人情冷暖，加上身体不好，爷爷大约是没打算让我出去的。建议宿主从源头解决问题，让莫林避开孽缘，这样也能尽早获得新的药材治疗。解决问题之后，奖励1颗天心莲，可用于修补宿主的心脏。如果完成50%呢？因为是主剧情的恋爱脑主角，救赎每完成一个剧情点都有丹药奖励，但一旦剧情深入主角感情发展，可能导致任务失败，无法获得你这具身体所需的关键药材哦。亲亲，所以这边建议亲亲快刀斩乱麻呢。你对我是有什么误解吗？我苍白分明的骨节按在水灵灵的碧绿韭菜上，目光温柔，一手握着菜刀，一节一节切断韭菜。系统韭菜当然要慢慢割一段段，切好炒熟了才好吃进度。子李，我垂眸，你想让我直接截胡莫林的孽缘，不让他们接触，我看未必是好事。就算切断第一次接触，根据剧情惯性，他们或许还会以别的方式相遇，倒不如跟着剧情走，我静观其变，该出手的时候再出手。就我这些天的观察来看，剧情里对无上宗高大上的描述，我是丁点没见着。3个恋爱脑都只是赤子心肠的青少年，全然看不出日后的苦难迹象，都是鲜活的人。系统的言语里更多的是对这些天之骄子因为恋爱摒弃道统失去天赋跌落凡尘的惋惜，急于斩断这些孽缘，将他们拉回原有的人生轨迹。如果我是天道修正孽缘的工具，那么原本的我呢？剧情已经上演过一遍凄惨结局，我插手改变之后真的没有代价吗？不懂呢，亲亲，我也是第一次当系统，总要试试嘛。
我抡起锅铲，怀疑这系统绝对是淘宝客服出身。五花肉被煸炒出油滋滋作响，渐渐变成金黄，一把翠绿的韭菜下锅，升腾起一片白雾青烟。我轻松地挥舞着铁锅铲，身后不知何时凑过来的粉衣小姑娘拿着盘子及时递了上来。小师叔，盘子。过段时日我要下山，届时要是长老们不靠谱，小师叔你多担待，千万别让我二师妹进后厨。莫林这话说的颇有白帝城托孤的悲壮。被托孤的我无辜放下筷子，看了一眼对面的3个小孩，指了指自己，我13，继而伸出修长的手，心朝上依次划过对面排坐的3人，妙妙、15元叶、16燕青、17，3个人同时停了筷子，抬眼无辜地看向我这个长辈。面对我黑白分明的真诚眼神，莫林放下手中的鸡腿，眼神同样坚定。虽然你年纪小，但按辈分，你可是我们的小师叔。实在是孩子们还小，不会做饭，长老们忙着春耕和搜罗修炼资源，大家都急着飞升，不想带孩子。可你忍心让我们无上宗的幼苗挨饿吗？咱们无上宗就这么缺钱吗？不能请个厨子？莫林闻言，眼神瞬间沧桑起来。你要知道，宗门每一个规定背后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惨痛经历。从前咱们宗门雇佣的厨修被别的宗门收买，虽然不敢害人性命，却偷偷在我们外出历练前一天给我们下了药。表面没什么，但只要一动用灵力，弟子们就放屁不止。我看着眼前还没吃完的饭，心里嘀咕，这惨痛故事听起来味道有点大。这种不正当竞争和互相往对方共享单车，车座上扎钉子有什么区别？你们修真界也搞这种不入流的小手段，确实惨痛，真是闻者伤心，听者落泪。我听完之后胃口不佳，只吃了一盆饭就收了手。放心吧，不就是做个饭吗？我可以。真是离谱，有的千岁老人一把年纪无所事事，每日坐在冰川边上钓鱼；有的13岁小孩年纪轻轻就要哺育3个大孩子了。是谁我不说，不过说到下山，你们这些新弟子还没有见过我们无上宗下属的定九城是什么样子吧？改日我带你们下山看看。无上宗虽然大多数时候自给自足，看着穷的天天土里刨食，实际上整个定九城都是无上宗的地盘，商铺租金、往来过路费都是无成本的营收。而维系定九城治安的是无上宗下属的军定府府中，自上而下皆可算作无上宗的记名弟子，不讲天赋，只讲本事，人才济济，以实业为主。我心头一动，那计划中的一项似乎可以实施了，眼也压着不让我太快筑基。这些时日，我常常在看书做笔记，背书有大把的操作空间和自由时间。于是这日风和日丽，万物复苏，又到了人们春心萌动的时节。我推开书册，挽起袖子，拿起毛笔，奋笔疾书，落下一个大标题，被路边捡到的美人缠上后，很好，很有噱头，老擦边达人了，一定能大卖。不眠不休，熬了3日后，我看着眼前厚厚一摞书稿，微微一笑，不愧是我人间马字机，3日3万字还有谁？今日是莫林带着新弟子下山进城的时候，我揉了揉熬得发红的眼睛，抬脚走出自己的洞府，迎面撞见岩野，他被我眼底的乌青吓了一跳。你这几天晚上做贼去了？怎么一天比一天像鬼？我懒洋洋的应了一声啊，对，抠人去了，怎么着吧？岩野嗤笑一声，无上宗拢共就那么几号人没币，关你偷谁？跟你说了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的什么修真界议事录、风云录，你要真想看英雄故事，自己端个板凳在宗门口问问，那些真人哪个不比那些破书上写的清楚？我眼皮一跳，没想到岩野居然知道我去宗门书楼专找这些记录，修真界名人轶事风流野史的书看。今儿你们下山去城里逛是吧？拿着点钱买几身好衣服、好鞋，你还在长个子，记得买几件大几号的。他说着，取出一个早就准备好的储物袋，之前给你的那个储物袋里钱不多，只有1盒灵晶，这个里面全是灵石。我早知道，这修真界除却以物易物之外，流通的大宗货币就是灵石。灵石因自然巧合形成的天然禁锢灵气阵法，而产生每一块都蕴含被禁锢的灵气诞生，年限不同，吸纳的灵气也不同。以100年为界，分为上中下3品。灵石矿开采后，经高级阵法师修复数百年后，又能复生，也算取之不尽。而灵晶是经过地壳运动，变革深埋地底，历经千年形成的晶石，蕴含的灵气格外丰富。一枚灵晶抵得上1000块高阶灵石。我拿着那袋灵石扫了一眼，不禁有些感慨，知道我师傅有钱，没想到他这么有钱，足足1万块上品灵石。师傅，您这么有钱，眼也看不得我这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我是阵法师，炼器建筑都需要我出场费很贵的。当年在阵法师盟会可是挂牌50万上品灵石一次。知道了，知道你50万一次了。我摸了摸下巴，总觉得这说法有点古怪。我踩着竹叶法器到宗门口时，一帮兴奋的小孩早就到齐了，正围着大师兄问东问西。倪妙妙是最早发现我过来的，远远就开始招手小师叔这边。我一身青衣踩在碧色竹叶形状的飞行灵气上，乌黑的头发用木簪盘在脑后，额前的碎发飘在空中，阳光下裹着淡淡的金光。一张格外精致俊俏的脸，冷白的皮肤在阳光下显出宣纸般的苍白，眼下堆积着青黑抬眼，看人带着点冷漠的凶相，但很快便散漫地笑了起来，一开嗓更是吊儿郎当，久等了。最近晚上熬夜看画本看晚了，
今天饭馆消费，我桑三公子包了，订9成中州北部第1大城池。莫林带着我们从无上宗山门下来，走过护山大阵的迷踪云海，穿过一片密林，不过眨眼之间，便移形换影，身后的密林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城中最大的一条街。阔朗的方石板路两侧是军定府和招待贵客及无上宗弟子的驿站，院落院墙几包灰白，肃穆极为森严。再往前走，渐渐出现了无上宗本宗的特产商铺。莫林一路给孩子们介绍沿途的守卫，纷纷拱手行礼，也有人特地出来和他打招呼。莫林师叔带新弟子们出来玩啊？是啊。莫林一面回礼，一面回头解释：“你们是无上宗的亲传弟子，军定府的高层会喊你们一句师叔寻常，工人大约会唤你们小师傅，不必惊慌，正常应和即可。修真界强者为尊，是大方向无上宗的新弟子，未来必然会是一方豪杰。无上二字代表的就是强大。”一行人被莫林带到更为热闹随意的东市，依旧是宽阔的青石板路，沿街却有了截然不同的景象，人声鼎沸，车水马龙，四通八达，灯火辉煌。商铺鳞次栉比，金匾高，悬雕窗，珠栏画栋，雕梁人间繁华，莫过于此。我仰头望去，还看到了天上的一群纸鸢，浓墨重彩，花花绿绿，飞在蔚蓝天空之上，相映成趣。怎么样，我们订9成是个好地方吧？莫林见一群孩子跟出笼的小鸟一样，眼底闪动着兴奋，脸上也露出了爽朗的笑容。我垂眸一笑，是个好地方，不能再好了。那里是我们订9成最大的成衣铺子，进去看看吗？倪妙妙第一个响应大师兄的号召，走。一进成衣铺子，倪妙妙满眼放光，拉着我直奔其中一排货架。小师叔，这件好看，感觉好适合你。小师叔，你看看这个。我如同一条被拽来拽去的柴犬，在莫林的有意放纵下，被迫比划了好几件衣服。忘了告诉你们，我们无上宗的弟子在全城的店铺都可以打折，还可以先记账，从宗门上交的租金里扣，到时候交给掌门或者我就行。而且所有亲传弟子每年在城内消费有1万块下品零食的补贴，这也是宗门给你们的福利之一。小师叔也无需担心没钱。莫林笑容真诚，我心生暖意，你无需如此照顾我，我其实还有点小钱。莫林一愣，又想到要照顾小师叔的自尊心，轻声道：“花钱的地方还多着呢，小师叔自己留着用吧。”我看着那些繁复的裙子，连穿都觉得麻烦。好在今日一路过来发现，也有部分女修只梳发不梳复杂发髻，修真界民风开放，并不十分在意衣着打扮，就算穿着夸张，淹没在人群中，也不会有人过多关注。我很喜欢这样的世界，人人都可以做自己，就如同前世的一线城市衣着装饰不被定义。我挑了几件素色衣服，试了试，打包时，倪妙妙和莫林一脸一言难尽地看着那一堆黑灰苍青的衣服，愣是没一点亮色。小师叔，其实你今年才13岁。我掀起眼皮看了2人一眼，你看我这张病恹恹的脸，死了3天的人都没我白。穿红的出去都不用把头发放下，人家都得以为我是个鬼。一句话说的连打包的掌柜都笑了，抬头仔细打量我一番。出生打圆场小师傅的气质与素色相合，倒像是雪人一般精巧秀丽。买完衣服又去买头饰，倪妙妙看我迟迟不动，本想开口询问，就见我转头笑着看向她，妙妙，这些我都不认识，不如你教教我这些都是做什么用的。我态度坦然大方，反倒让先前欲言又止的几人心生惭愧。他们都知道我无父无母，吃百家饭，长大侥幸赶上中州10年一度的宗门大选，进门时不过一身绿袍2袖，清风大约从来没见过这些精致的头饰。没想到我能如此坦然请教，倒让先前害怕主动讲解会伤害到我的莫林有些感慨。倪妙妙立刻笑开了，我来教你。这里有发簪，开不摇发梳。他拿起一个粉宝蝶形金钗，在我跟前比划了一下，一时难以想象我打扮起来的样子。小师傅喜欢这个吗？我微微后仰，避开这过于粉嫩的金钗，握着他的手腕，将金钗比划到他自己头上。妙妙，既然喜欢就包起来，记我账上。我说着，将入宗数日之后掌门亲自给的弟子令牌递给了掌柜，垂眸含笑。无上宗弟子令牌以永不腐朽的紫金为底，上头刻了锁定气息和血脉的阵法，确保不被旁人冒用。一面是无上宗的宗门徽章，另一面则是弟子的辈分，姓名还融入了旁人无法模仿的秘术，中州无人不认的这令牌。掌柜接过令牌，翻到姓名一面，顿时一怔，上头铁画银钩的字迹分明写着第99代弟子之威。一向挂着笑容的掌柜忍不住抬头多看了我一眼，我懒洋洋地接过令牌，微微挑起单侧，挑眉，似乎在问怎么了。掌柜知道如今无上宗已到了第100代弟子，却没想到眼前这个不过凤出境大圆满的小弟子，居然与掌门是同一辈分，脸上的笑容愈发真切了些。倪妙妙原本想阻拦，却已经来不及了，绞着手思索是否该送个回礼。我一眼看破他的心思，笑道：“你今日教了我这些，也算我半个小师傅，日后这些东西我只管问你。这根金钗就算拜师礼，别多想。小师叔不必对我这么好，我们是同门，应该彼此帮助。”倪妙妙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望着我，我一笑：“你须得知道一个人对你好不好，可不在一个小小金钗上，要看他平日里到底对你做了什么。”原剧情中那魔尊随手送了倪妙妙一个金钗，就让他患得患失，以为魔尊就算欺负他也是喜欢他。教育孩子当然得潜移默化。
我在心底沧桑叹气，当妈之路任重道远。我说要去书斋，趁众人都被书架挡住的时候，走到了掌柜的柜台前。掌柜的收画本吗？掌柜穿着一身水墨大袖，一手拿着书靠在竹椅上，眼睛半睁半闭，闻言懒洋洋地回道：画本？怎么画本？我将自己的心血递过去。竹椅上的人掀起眼皮，一字一句念道：被路边捡到的美人缠上后，原本还有些惺忪的眼睛，瞬间瞪圆不可置信地看着我。这个最多10几岁的孩子，你写的？我摆手装模作样道：怎么可能？不过是替我师傅跑腿罢了。我一个徒弟，自然要成全师傅的梦想。您看这书能印吗？我师傅一把年纪了，就这点爱好，我就算自己出钱，也不能让他老人家带着遗憾走啊。远在洛泽的言也莫名打了个喷嚏，心中疑惑，自己一个太清静的修士，难不成还能着凉？掌柜深受感动，你可真是孝顺啊！我点头，天下第一大孝子，舍我其谁？掌柜低头掀开第1页，入目是歪歪扭扭的狗爬字，他嘴角一抽，这真的是你师傅写的？我哦了一声，我师傅看不见，落笔难免粗糙，能看就行，能看就行。我一个只有小学练过毛笔字的人，能用毛笔写成这样已经不错了。掌柜继续低头看书，很快书页翻动的声音越来越快，神情也跟着变化莫测，从嘿嘿奸笑到姨母笑，接着慢慢瞪大了眼睛，逐渐憋闷愤怒，最后眼含热泪，忍不住拍桌而起，这就没了。大师兄就这么死了，那女修就这么得逞了，还金丹飞升成仙了。我师父说了，若是有人看自然有后续，您看这能印吗？能。掌柜连忙点头，我好久没看到这么让人欲罢不能的画本了，你师父可真是个天才。就是这个书名有些不雅，正道人士只怕不会买。我挑了挑眉，一张清俊非凡的脸庞，语调淡薄，却字字诛心。不试试怎么知道呢？七情六欲本就是人之常情，修真之人难道就没有欲念了？变强是欲念情爱，亦是欲念，分什么高低贵贱？一番歪理邪说，掌柜却被说服了，给您安排。咱们这里是37分，承您贵姓？桑小师傅印出来之后，我给您寄送样本，您的地址是？我微微一笑，不必不日，我自会下山来取。我利落地在契约上盖上自己的手印，转头对上从书架后走出来的几个同门疑惑的目光，走吃香满楼去。一群人嘻嘻哈哈地走了。竹椅上的掌柜眯着眼睛看着一行人远走的背影，甩了甩那份按了手印的契约，看着上头的手印落了，轻轻一笑，有意思。他分明递过去的是笔，可那孝顺徒弟接笔时犹豫了一下，手一晃改成了手印，是不想留下自己的笔记吧？这所谓的师傅当真不是他自己。书店掌柜没想到这不日便是7日后，当我再次进店门时，他险些没认出来，上次还是一身潦草青衣，随意盘发，头上连个像样的饰物都没有，如今却一身云纹，白鹤苍青锦袍头发，用一根白玉短簪束在头顶，还用玉扣网巾勒在额前固定。那生的极好的眉眼和流畅的脸部线条终于清晰地显露出来，即便肤色苍白如纸，却着实风流俊朗。掌柜的书印好了吗？那懒洋洋的音调响起，掌柜这才敢断定眼前这人就是当日的大孝子，5天前就上架了。您猜怎么着？他刚要说什么，就看见一个清秀男修鬼鬼祟祟地走过来，左顾右看一番，见只有我才迟迟不敢上前，要那本被路边捡到的美人缠上后，是吧？20块下品零食一本，不必从衣袖里拿出来的钱，放这儿就能带走。那人袖口只露出一点书边，听到掌柜的话，立刻掏钱，接着利落走人。我沉吟片刻，不会是我送来的那本书吧？正是。掌柜点头，从容一挥，衣袖将柜台上20块蕴含淡淡灵气的椭圆10块收入囊中。有这么见不得人吗？我抬手摸了摸下巴，但你有句话说对了，这名字虽然难登大雅之堂，却实在吸引人。从上架起销量极好，只不过大家都偷偷摸摸的买。掌柜啧啧称奇，不愧是你师傅见多识广，拿捏人心的本事一流。我笑了笑，给我拿5本，我要送人。好说，分成按月结算。不过这书一时有些供不应求，您给我留3本行不行？我拿着3本书走出书斋，接着跟莫林他们会合。今日是为莫林下山历练践行的宴席，是我提议的一帮人，乐得打牙祭。大师兄自然收到了小师叔的临别礼物。你这一路难免有无聊之时，来这本书，你拿着据说是最近最畅销的画本，如此畅销，定然深含大道至理。我将那本被路边捡到的美人缠上后，递给莫林，眼神真诚。莫林接过书，感慨道：早知道小师叔爱看书宗门，书楼日日都去，我定然仔细研读，这就对了。我格外欣慰看故事，最重要的是代入感，代入主角才能反思己身，收获更多。莫林点点头，没看出来，小师叔虽然年少对读书，却如此有心得。他一面感慨，一面看了一眼丰面俊朗的青年，一瞬间面色诡异起来，抬头看了一眼已经开始吃餐后糕点的我，又低头看了一眼书名。小师叔，你这本书是不是给错了？没有啊。我拈起一块驴打滚，对唐官道：这驴打滚一份不够，再上一份，咱们5个人呢。莫林默默将书收了起来，伸手招呼唐官添菜。莫林走后回城的路上，我忽然想到什么，问：夏天吴，咱们宗门书阁有字帖吗？大约没有，怎么了？我点了点头，没什么。
谁知回宗第2日，我就收到了掌门凤朝送来的一沓书籍，最上面的是千字文。凤朝目光和蔼。前阵子我忙着清点冬季账目和开春后宗门属地的事务，倒是耽搁了。你师傅大约也不注重这些，咱们虽说是修道的，文化素养也不能少。这些你先学着，不懂的可以来问我。我有些意外，连忙道：谢多谢掌门真人，叫我大师姐便是。凤朝生的华丽如贵妇人，却是个万事操心的性子，一人料理宗门大小事务忙得不可开交，却还能顾及我这微不足道的小事。太瘦了，还是吃得少了？你好好研习，咱们无上宗从来都是以理服人，我就欣赏你这样好读书的弟子。说完，他又风风火火地走了。得了后山的笋，还得挖呢。走了。我拿着那一沓书，安静坐下，打开签字文，才发现书页上设有刻录阵法，只要一打开，就能自动读出上头的每一个字。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我觉得好玩，跟着读了一句，忽然注意到书页上的一个小纸人，居然好像听得懂一般，一摇一晃地跟着我念。我一停，那小人眉头就皱了起来，不许偷懒，要一鼓作气，坚持不懈学完为止，背不完就跟我去后山挖笋。我捂额一笑，坏心眼的想要关上书籍，就听到一声尖叫：你可是我们宗门未来的希望啊，怎可半途而废？你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个学生。我还回了一句汪。书页缝隙越来越窄，最后小人改成了哀求：哎，先别走啊，再看看行不行？读完这篇再说啊。我又将书打开了，忽然觉得修真界比自己想象的要好玩多了。我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待在宗门书楼1楼靠窗边，认认真真跟着背完了千字文，再一笔一划的描摹，直到书楼里从未露面的真人传音：到饭点了，去吃饭吧。我是新弟子中唯一一个每日都来书楼的，因为我那不靠谱的师傅不屑教导基础零碎的东西，让我自己看书。而我上大学时，学校学习气氛热烈，图书馆常常满座，我也习惯了泡图书馆，倒也怡然自得。这书楼离宗门后山不远，在一个小山头之上，出了大门就是一条青砖长街，两边是苍绿的树木，被薄雾裹挟，颜色比别处深些，像是从水墨画里浮现出来的青山，薄雾便是晕开的墨迹。我踏叶而去，落在善堂之外，尚未进门就已经猜到了今日的食谱：过年没吃完的腊肉炒蒜叶，还有一锅鲜浓的鸡汤，今天还多了一股子药材味，想必是江良师兄的手笔。踏进善堂一看，果不其然，夏天无正挽着袖子帮忙。新弟子还没来，后厨传来一个男子的声音：人来了，正好我给他配的丹药已经好了，你去拿给他。下一瞬，一道带笑的少年音响起：多谢江良真人费心。后厨里一个身着淡色窄袖的男子正握着铲子忙活，闻言瞬间转过头来，用手挡住脸：你站那别动。我伸出的脚悬在了半空中：别过来，千万别过来。江良背对着我，声音都在颤抖：我害怕活人。我看了一眼夏天无，难怪这位师侄野花少得可怜。江良江湖盛传能练出活死人丹的丹修，在夏天无的剧本中曾经说过一句话：活死人我都能救活，可要是心死了，那人活着我又如何能救？即便后面的剧情是渣男幡然醒悟，明白自己不过是因为白月光救过他一命，出于责任才想救他自己真正爱的是夏天无，于是上演了一系列追妻火，葬场甚至亲手剖出自己的金丹给江良炼丹，救夏天无。江良却始终没有原谅这个伤害自己徒弟的渣男。在得知弟子再次接受渣男后，他气愤闭关，再也不出。可我没想到，这位师兄一代丹修居然是个社恐，甚至已经不是普通社恐，而是重度恐人。夏天无及时开口：小师叔，我师父不常见生人，今年的新弟子还从未见过他，所以有些……我懂。我默默将脚收回去，拱手鞠躬道：多谢江良真人替我配药，那我就先不进来帮忙了。且慢！一根银色丝线从门缝里飞过来，我下意识想要躲避，那银线却如同长了眼睛一般绕上我的手腕。我一怔，感受到上头温和的灵力，如同温泉水一般钻入经脉，并无恶意，便乖巧站好。我给你把个脉。你师父给我飞书一封，但他说的终究不如我亲自看得准。男子依旧背对着我站着，沉吟片刻，接着轻轻叹了一口气，自己转过身来。他一副书生模样，留着短须，清俊儒雅，却微微皱着眉头，脸上神色凝重无比。刚刚您不是还怕活人吗？我原本还在想这样一位丹修如何治病救人，却没想到他进入状态比我还快。江良言简意赅：你不算在活人里。夏天无脸色一变，师父的确恐惧生人，但只有一种情况会直面前来求医的病患，那就是已经昏迷之人或者将死之人。他错愕地看向江良：师父您是不是离得太远出错了，还是这银线？我不怒反笑，乐得抬脚走了进去，总比说我不是人好多了。武师兄，您看我还有救吗？你有病，有大病。江良看着我沉声道，他知道自己多了一个小师妹，足足差了800多岁，更知道自己那个小师叔严爷也是和自己同一年进的宗门。江良对生人极度恐惧，可当年严爷主动走到他身边，告诉他我是个盲人，看不到你的紧张，也不怕你说错话，所以不要怕。江良曾经对严野说过，我一定会治好你的眼睛，就算天命如此，我也要逆天而行。
可此后800年，他逆天而行，救了无数人的性命，却治不好岩野的眼睛。对岩野，他始终问心有愧。800年后，那个让他束手无策的人，又收了一个同样天命衰败的弟子，成了他这一辈最小的师妹。江良面色复杂，继而心中苦笑，原来他一生的劫难，竟都落在了这师徒2人身上。他转头看向夏天，我发现他正皱着眉，一脸担忧。师傅，小师叔他还有救吗？我脸上带着散漫不羁、万事不挂心的笑容，和800年前岩野的脸重合起来。江良怔愣良久，接着低头深深吸了一口气，真他妈上辈子欠了你们师徒2人的。他说着，一把搭上我的脉搏，闭上眼睛。夏天无拜师90多年，这是头一回看到自己的师傅弃用，丝线亲自上手，甚至为了免除干扰封闭了听觉和嗅觉。